大家好，欢迎来到汇点生活。前两天我有个粉丝私信我说，他们小两口刚结婚，攒了好几年钱，终于去了心心念念的马尔代夫度蜜月，阳光、沙滩、海浪，想想都浪漫，对不对？结果你猜怎么着？俩人刚下飞机，还没走出机场大厅呢，就被几个当地警察拦住了。警察一句话不多说，直接把新郎带到旁边的小房间里关了起来，还要罚款、遣返。新娘在外面吓得腿都软了，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还以为遇上跨国绑架了。你们猜是因为什么？是带了不该带的东西，还是签证出了问题？都不是，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就是因为新郎穿了一条他觉得特别酷、特别有型的迷彩短裤。对，就是咱们平时在夜市、在网店随处可见的那种迷彩休闲裤，在咱们这儿，这就是个时尚单品。小伙子穿显得精神，大叔穿显得硬朗。可到了那个国家，法律明文规定，迷彩图案是军队的专属象征，普通人穿了就是冒充军人，是违法行为，严重了真能给你抓进去。好好一场蜜月，几万块的机票酒店全订好了，就因为这几十块钱的裤子全打了水漂，你说冤不冤？真是哭都找不着调。其实啊，关注安然时间长的朋友都知道，我因为工作关系，在机场见过太多这种冤大头了。很多人觉得出国吗？护照签证齐全，钱也带够了，穿什么衣服那是我的人身自由，海关管得着吗？今天安然就要掏心窝子的跟大家说，在国门这条红线面前，真的没有绝对的穿衣自由，衣服穿不对，轻则让你当场脱下来扔掉，搞得你狼狈不堪，重则罚款罚到你肉疼，甚至直接关小黑屋，遣返，还在护照上留下记录，以后想去那个国家都难了。今天呢，安然就用自己的所见所闻，给大家好好捋一捋，出国旅游到底哪3类衣服是千万不能穿的禁忌雷区，这都是无数前辈用真金白银和糟心经历换来的教训。如果你不想让期待已久的旅行变成一场噩梦，如果你希望家人朋友都能平平安安出门，开开心心回家，请你一定耐心把后面的话看完。要是你觉得安然的提醒对你有点用，能帮你避坑省心，不妨先在屏幕下方点个关注，顺便动动你可爱的小手，在评论区打上一路平安4个字，咱们出门在外，图的不就是个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吗？好了，话不多说，直接上干货。这第一类就是咱们开头故事里提到的迷彩服以及一切带有仿军装元素的衣服和配饰。咱们国内好多人，特别是有些阅历的叔叔伯伯，都有点军旅情节，觉得穿件迷彩外套，套条迷彩裤，甚至戴顶迷彩帽，显得特别挺拔，有精气神。不少年轻人也喜欢那种工装军事风，觉得酷帅有型。在国内这完全没问题，甚至还挺受欢迎，觉得耐磨又实用。但是只要你跨出国门，尤其是如果你的目的地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国家，比如巴巴多斯、牙买加、圣卢西亚，或者是非洲的尼日利亚，还有中东的阿曼等等，请你务必检查行李，把所有带迷彩图案的东西，哪怕只是个小背心、小挎包，都拿出来放在家里。为什么呢？大家得明白一个道理，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局势不像咱们国内这么安定平和，在一些国家，军队和警察是维护社会安全的绝对主力，迷彩服是他们识别身份、区分敌我的重要标志。如果老百姓也随便穿迷彩上街，万一发生点突发事件或者冲突，执法人员根本没法快速分辨谁是平民，谁是可疑分子。所以为了公共安全，他们的法律直接把迷彩元素划为违禁品，普通人碰都不能碰。安然以前就亲眼在机场见过一个大概4、5岁的小男孩，背着一个迷彩图案的卡通小书包，过安检时直接被工作人员拦下，书包当场没收，家长还被严厉训话，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所以你可千万别抱侥幸心理，觉得我这不是军绿色，是粉红色迷彩，我这是卡通斑点，不是正规迷彩。在海关人员眼里，只要是那种不规则色块、斑点状拼接的图案，很大概率都会被判定为迷彩元素。为了咱们的旅途清静，出门的衣服就选那些简简单单的纯色款，或者带有明确花卉、几何图案的，最是稳妥安全。
这第二类千万不能穿的是印有你看不懂的外文标语或者含义不明的敏感图案的衣服，这个坑啊，咱们很多年轻朋友，还有那些衣服是儿女给买的叔叔阿姨特别容易踩。现在衣服设计五花八门，很多 T 恤、卫衣上都印着一长串英文字母或者古怪的图标，大家买的时候往往只看款式颜色，觉得字体设计好看，图案新颖就买了，根本不去细究上面到底写了什么，画了什么。可你知道吗？在国外，衣服上的文字和图案常常被看作是穿着者个人态度和价值观的直接表达。有些国外的快时尚品牌或者小众潮牌，为了追求话题性，会在衣服上印一些非常粗俗、带有攻击性，甚至涉及暴力、毒品、种族歧视等敏感内容的文字或图案。咱们不懂外语，穿在身上觉得就是个装饰，可当你穿着这样一件衣服，站在外国海关官员面前时，你想想那场景，海关官员的职责就是守卫国门，神经本来就很敏感，他抬头一看，你胸口赫然写着一些极端危险的字眼，哪怕你本人完全是无心的，他会怎么想？他很可能认为你是在公然挑衅，或者怀疑你有不良意图。这样一来，他大概率会把你请到一边，把你的行李翻个底朝天，每一个瓶瓶罐罐都要打开检查，甚至带你到询问室盘问上好一阵子。你说这多耽误事儿，多影响心情。安然记得有个朋友，他妈妈有一次出国，穿了一件儿子不穿的旧 T 恤，上面印着一个挺狰狞的骷髅头和一行看不懂的英文。结果在入境的时候就被海关人员单独扣下盘查了近2个小时，差点误了转机。老人家又急又怕，心脏都不舒服了。所以安然给所有不太熟悉外语的朋友一个最实在的建议，买衣服时只要上面有你不认识的外文字母或符号，只要你不100%确定它是正面中性的意思，那这件衣服就最好别买，更别穿着它出国。咱们就穿那些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文字的衣服，或者印着中国风山水可爱动物图案的服装，既大方得体，又能传播咱们的文化，走到哪儿都招人喜欢，不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这第3类也是可能让你经济损失最惨重的一类，就是全身披挂高仿名牌，也就是假货。咱们有些人爱面子，觉得出国旅游代表国家形象，得穿得光鲜亮丽些。有些朋友平时舍不得买真的大牌，就买一些做工不错的高仿，比如仿爱马仕的包包，仿古驰的腰带，仿路易威登的鞋子。在国内大家可能心照不宣，觉得没什么，但如果你要去欧洲旅行，特别是法国、意大利这种时尚产业发达、知识产权保护极其严格的国家，你这一身假名牌简直就是在往枪口上撞。你知道吗？法国和意大利海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是接受过奢侈品鉴定专项培训的，他们对各大品牌真品的材质、走线、五金件、logo、字体熟悉的不得了，眼光比专业仪器还毒。他们日常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也就是打击假货。你背着一个假包过海关，经验丰富的官员可能远远扫一眼就能看出皮料光泽不对，缝线针脚不齐，金属扣 logo 模糊，一旦被他们确认为假货，后果非常严重。首先，你这个包或衣服、鞋子肯定会被当场没收并销毁。其次，也是更可怕的，你会收到一张高额罚单。这个罚款数额可不是按你买这个假货花的300-500块来算的，而是按照这个款式真品在专卖店的官方售价来计算的。举个例子，你背了一个假的香奈儿背包，买来花了800块，但同款真包专卖店卖4万块，那么海关有可能罚你4万块，甚至更多。你想想，咱们普通家庭辛辛苦苦攒钱出去旅游一趟，可能因为一个假包就被罚掉好几万，这趟旅行还能开心吗？回家不得心疼死。而且这类处罚通常会留下记录，可能影响你今后申请欧洲申根签证，甚至被相关国家列入不受欢迎名单。所以安然真是苦口婆心的劝大家，咱们出门在外，真正的体面是靠内在的修养和从容的谈吐来支撑的，不是靠身上那几个显眼的大 logo。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买真品当然没问题。如果觉得没必要花那个钱，咱们就背一个设计好看、质量不错的无品牌包包，或者支持一下优秀的国产品牌，一样能搭配出好气质。千万不要为了那点虚荣心，带着假货出国。在国外执法者眼里，穿戴假货不仅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更是一种不诚信的表现。
他们对于不诚实的行为处罚起来是绝不手软的。除了上面这3条高压线，安然再额外提醒2个小细节，一个是关于穿着过度暴露的问题。如果你去的是泰国、缅甸这类佛教文化深厚的东南亚国家，或者中东一些宗教保守的国家，像吊带衫、热裤、露脐装这类衣服，可能在机场海关不会拦你。但当你去参观寺庙、宫殿等宗教或历史场所时，是绝对会被拒之门外的。这是对当地文化和信仰的基本尊重。出发前最好查查目的地的风俗习惯，准备一条披肩或长围巾，必要时可以遮挡一下。另一个是不要佩戴过多、过于夸张的贵重首饰。有些人出门喜欢把家里最值钱的金项链、金手镯、大钻戒都戴上，觉得这样显得气派。但这样做风险很高，一方面，海关可能会怀疑你涉嫌走私贵金属或洗钱，从而对你携带的现金、资金来源进行严格核查，非常麻烦。另一方面，在境外一些治安不太好的地方，你这样金光闪闪的打扮，无异于在脑门上写着“快来抢我”，很容易成为小偷、劫匪的重点目标。咱们出门是去放松和享受的，不是去比阔炫富的。财不外露，低调从容才是保障安全的大智慧。说完了不能穿什么，肯定有朋友要问了，安然，那坐长途飞机动不动10来个小时，到底穿什么才能又舒服又不失礼，还能应对各种场合呢？作为一名经常飞来飞去的人，安然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私藏的洋葱穿衣法。什么叫洋葱穿衣法呢？就是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穿。飞机上的环境其实挺极端的，空调常年开得很足，温度大概就20度左右。你在候机厅可能还觉得热，一上飞机坐一会儿就能冻得直起鸡皮疙瘩，而且高空飞行气压变化，人容易感到胀气，脚踝也容易浮肿。所以咱们贴身的第一层一定要选柔软、透气、吸汗的纯棉材质，比如一件简单的纯棉 T 恤或者薄款长袖内衣，千万别穿化纤的，不然在密闭空间里出汗粘在身上特别难受。第2层可以在外面套一件开衫、卫衣或者薄毛衣，最好是有拉链或者扣子的，方便随时穿脱，热了就敞开，冷了就扣上。第3层也是应对温差的关键，建议随身带一件轻薄的羽绒马甲，或者一条又大又厚的羊绒披肩。这条大披肩可是旅行神器，在飞机上可以当毯子盖，下了飞机如果天气转凉，可以披上御寒，到了海边还能当防晒披肩或者拍照道具，既实用又上镜。那下半身穿什么呢？切记不要穿紧身牛仔裤、弹力袜或者任何有束缚感的裤子。在狭小的座位上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血液循环会变慢。如果裤子再紧紧勒着腿部，脚踝和小腿很容易肿起来，下飞机时可能连鞋子都穿不进去。最好选择面料有弹性、剪裁宽松的运动裤、休闲裤或者针织裤，腰部最好是松紧带的，避免系皮带，这样能让腹部更放松，坐的也更舒服。鞋子同样关键，不要穿系带复杂的靴子、高跟鞋或新鞋。过机场安检时，很多国家都要求脱下鞋子检查。如果你穿一双要解半天鞋带的靴子，后面排队的人等着，你会非常尴尬。最理想的是穿一脚蹬的乐福鞋，方便穿脱的休闲鞋或者透气柔软的运动鞋。上了飞机后，可以换上自己带的一双干净袜子或者酒店的一次性拖鞋，让双脚彻底放松。朋友们，其实旅游穿搭这门学问，说到底核心就2个字：得体。在充分尊重目的地国家法律、文化和宗教习俗的前提下，让自己穿得舒适自在，就是最好的状态。咱们去海边就换上飘逸的长裙和防晒衫，去登山就穿上专业的冲锋衣和登山鞋，去城市观光就选择轻便的休闲装。不要仅仅为了拍几张与众不同的照片，就去挑战那些不合时宜或者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奇装异服。海关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执法机构。咱们到了别人的地方，就要遵守别人的规矩。那件你觉得很酷的迷彩外套，那件看不懂英文但图案很潮的 T 恤，那个看起来能以假乱真的名牌包，在家里或许没问题，但一旦放进旅行箱带出国门，它们就可能变成随时会引爆的隐形炸弹。安然不希望咱们任何一个朋友因为一件衣服的疏忽被关进冷冰冰的询问室，被罚款遣返，在愉快的旅程中留下阴影和污点。咱们要的是开开心心的出发，体体面面的归来，把辛苦赚来的钱花在品尝美食、体验好住处、欣赏美景上，而不是白白交给海关当罚款。好了，今天安然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再啰嗦一句，大家收拾行李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把箱子里的衣服再仔细检查一遍，有没有带迷彩元素的，拿出来；有没有印着看不懂外文的，拿出来；有没有那种带着醒目甲 logo 的，拿出来。把它们换成舒适透气的纯棉衣物，换成大方得体的基本款。如果你身边也有正准备的一次出国旅游，兴奋地忙着准备行头的朋友或家人，请你一定要把这篇提醒分享给他们。你的一次转发，也许就能帮他们避免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一场糟心的旅途变故。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这份贴心。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别人避开麻烦，我们自己心里也快乐。如果你在准备出国旅行的过程中，还有其他任何不确定的问题，比如常备药能不能带，家乡特产可否入境等等，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给安然留言。我会认真看每一条评论，尽我所能，用我的经验和知识给大家提供最靠谱、最实用的解答。我是安然，会点生活就是希望能用点滴的智慧，让咱们的生活更加顺畅，更加美好。记得关注我，咱们下期再见。衷心祝愿每一位朋友旅途愉快，一路平安。